所有衣服就拉上。10/3，来坐，来坐，他边子，ありがとう。所有衣服就拉上，ありがとう。早上好。热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26号星期三，又是我们周三跑团合练的日子。今天的课表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，间隔写的是180秒到120秒，就是3分钟到2分钟。还可以。这个天气，要我从家慢跑过来3公里不到，已经这样了，特别热。我觉得节目中要增加信息密度。今天咱们一边看训练，一边话外音的形式，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，就是有小伙伴在频道的会员问答里讨论，就自己的比赛目标。他现在的情况是半马1小时21，全马2小时56。半马是今年春天，全马是去年秋天。问我今年秋天的时候以靠近2小时40为目标，现不现实？然后我跟他回答的是，我觉得有点激进，对，有点过于激进，但是不知道人家这一年怎么练的哦，就是具体的细节。但是通过这个，我跟他分享了一个半马和全马的关系，看看适不适合于您。我们还是先接水。搞定！你看这个，我那个电解质粉喝完了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有2盒没喝的这个液体电解质，拿这当冲剂冲一下。好，我们340吧，来，走。手机掉了。我跟那位小伙伴说，我说其实总说半马和全马是2项运动，越是水平高的选手也会这么说，是因为其实水平高的选手和专业选手认识到半马和全马是完全2个不一样的比赛状态。有小伙伴说，我特别好，我半马1小时25，全马2小时52，就加2分钟。有的说我加3分钟，我说加1分钟。我首先的观点是，这些小伙伴不是因为他的全马太快了，是因为半马太慢了。太慢，更多的因素是比赛的时候其实没有按照半马的感觉去比赛。还是按照全马稍微快一点的感觉去比赛，因为毕竟有全马成绩在那儿，能力不会差。绝大多数普通人爱好者有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之后，一般情况下，全马2个半马加至少7分钟，11分钟、12分钟也不奇怪。我跟大家举过很多次我的例子，我半马1小时17的时候，全马2小时44；半马1小时16的时候，全马2小时41。前者加了10分钟，后者加了9分钟。后来我的半马1小时13，全马2小时38，这个加的多了，这个加了12分钟。有人说不对，是你的全马太慢了。但是咱们看专业选手，正好前2天半马的世界纪录，这小伙子太厉害了，56分51，对吧？那他的2个全马加起来是1小时53分40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咱们再看他的全马伦敦破2，但是具体是1小时59分多少秒我不记得了，是不是40多秒？那他是6分钟，这说明问题，对不对？就是现在全世界半马跑得最快，全马跑得第2快的人，
也要6分钟。所以如果您是2分钟的话，那就得考虑考虑是不是半马没有太尽力。这是基本的观点，一会儿跟大家再分享半马跑起来是个什么感觉，跟全马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33一起。我跟那位小伙说，全马想摸到240的边儿，半马差不多，如果真的是全力以赴的话，要1小时17。很多人说1小时17好快啊，我已经240了，我都没有跑到1小时17。其实跑半马的时候更像10公里的比赛，它不太像马拉松比赛。如果您跑半马没有10公里比赛那个感觉，那其实您的成绩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或者说您可能跑10公里的比赛就比较保守。半马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半马是个每一步都在行与不行上，每一步都在行与不行上，其实就是阈值，只不过很多人顶不住。其实我不是说用 LT2 那个配速跑半马，那个绝大多数普通人是不可能的，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普通人都是不可能的。我半马3分27配速的那场，1小时13分19，那个时候我的 LT2 是3分24，差不多差3秒。我觉得这已经很极限了，因为 LT2 这个数就是你几乎就是真的行与不行了。你可能跑3公里、4公里用这个配速都是行与不行。来到。もう一個前。どうぞ。来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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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，3次。那个大缺点。六。上还是哪个？
，nice race。半马比赛和全马比赛在比赛的从一开始，甚至从赛前的准备就不太一样。半马比赛赛前不冲碳，或者说不像全马那样冲碳。半马比赛的赛前应该只有最后一天的早饭，就前一天周六早晨的早饭和午饭稍微多一点碳水，然后周六这一天多喝一点水，因为半马太短太快。第一，不需要那么多的糖。第二是要让身体是一个比较轻的状态，因为一般全马冲碳冲完以后，应该是要比你常规体重可能甚至要重1公斤，甚至还要多，要看基础体重是多少。所以好多全马的专业选手，教练就给他们说，最后这一周过了周3就不上秤了，就不要给自己增加焦虑。半马不是这样，所以半马从准备上就跟全马不一样。半马起跑前吃一个能量胶，然后就全力以赴开始冲了。基本上就是，有人问我半马什么时候开始累的？其实我过了1公里就已经很累了，就过1公里之后的那个累和在16、17公里时候的那个累程度几乎是一样的。半马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总觉得不行了，但是你还能在这个速度下顶一顶，还能在这个速度下顶一顶，这个是半马赛场上的感觉。而且在半马赛场上，从13公里开始一直到18公里这几公里，我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，就是大多数时候是掉一掉顶一顶，掉一掉顶一顶。我3分27那一场，基本上就是有时候我看配速已经到3分32了，然后但是呢，很快我就能顶回来，能顶到3分25、3分26，能顶一阵子，然后又会掉一点点。因为半马是一个意志力的游戏。很多小伙伴半马没有跑出我口中说的那个针对他的最好成绩，不是因为能力问题，很多时候是不太知道半马是这样跑的。很多运动项目其实业余选手和专业选手都有这么一个鸿沟，就是在业余选手看来好像就应该是他那样，但是猛然的一进入到专业选手的圈子里一看，哦，原来是那样，这是这么个感觉。6キロ。来到。6キロです。早すぎる。来，走了。3分33。可以，比计划的快了一点点。他们第一方队3分20跑6公里，我不行。来，让他干了。哎，如果是3分20跑321，我可能试着追一追。我估计我也追不上，这个天气。3分22可能极限，3分22，那3公里差6秒，6秒不短了，几十米了。但是跑到3分30多，这个就在我的那条线以下，就比那条线慢，所以我就无所谓。你也不能说3分35就能持续输出，那如果能持续输出，就3分35的全马了。但我觉得这个天气，如果准备好的话，3分30跑一个半马是没问题的，或者3分31吧，也许特别热，大家拿着冰水降温去了。这两天忙不忙？哦，还汗出的。3、2、1，走。
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而全马跟半马比，就是一个系统工程。你前面的半程不能太慢，一般我们说能跑进2:40的全马，第一个半马大多数不会慢过1小时19，其实1小时19就很极限了，一般就是1小时18分半上下，这样2:40才有机会。因为别说我们普通人，专业选手到后面也会掉速的，而且全马你整个的从起跑开始的计划，至少是要计划到36公里之后再说，最后的几公里可能有坚持、有掉速、有各种问题。所以小伙伴们如果想拿半马去衡量自己的全马，首先判断自己的半马是不是全力以赴了，就是不是按照10公里的比赛的那个感觉跑下来的。如果是，大多数时候2个半马加起来的时间加6到12分钟，就是底线和上限。3次，来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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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，来到。还要3km，最后真的太3:29太快了。
走。No.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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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 329，那소랑不就가서 하얀 색으로. 这2个1公里都是329。哎，现在画面里的3位加上我，就是那天1000米的阵容。另外一位先生没来。我们这些人里，男选手里我最后一名。哎，坐在地下那位宝田先生，短距离特别快，那天就是弯道秒我的那个。还有不到40秒。最后1公里收一点，不要受伤。到。那我们就接着看我的最后的1公里。最后1公里我们就不成队形的跑了。有一位新来的先生跑得挺快的，最后我又被滕刚先生给秒了。这就是速度能力的差距是巨大的。我听着后面的脚步声过来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试着加了加，后来我放弃了。到。
最后1分983。3分10。来做，来做，他们子，ありがとう。最後1分983。ありがとう。没事，没事。可以啊，3分10。nice。有水啊，忘了搁哪儿了。那做那个咋？我疲れ様です。可以。哎，看我们的秘密武器，来啊！来，小伙伴们，可以。来坐一坐，来坐。都不行了，这天气使劲冲一个1公里是很极限的。我也很极限，只不过我卡在一个线上。我要是冲进307、306，我也就失去控制了。多少克拉子？お疲れ様です。全然走れません。お疲れ。お疲れ。慢慢跑，周末有比赛，慢慢跑。周末有比赛，今天还跑完了。今天第一小队3分20的跑了5公里停了。这个季节跑不了6公里，这个季节太热了，大家追那个极限就是不行。对他们来说，如果跑3分24，就别说6公里了，10公里应该，10公里可能不行，可能7、8公里是没问题的。如果跑这个季节，如果跑3分26或者27，1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全力以赴的话。我差不多这个季节可能3分28、29，10公里，我觉得能跑进3分30，就能跑进35分钟，是没问题的。然后这个季节我的5公里可能我能跑进17分钟，5公里跟10公里就又完全不一样，但是10公里跟半马很像。才发现镜头上有水渍啊，对不起啊，擦一下。今天还是惊叹4，这鞋很清脆，连贯。然后你看我这背心，我这湿是刚才浇的水，你看这地方都是干，我看那擦镜头就是这个地方都是干的。这个面料可以的。啊，又有礼物，韩国的礼物，谢谢大黑先生。哦，好多呀，谢谢。嗨，好多糖啊！嘿，小伙伴们，8月26号星期三回来了，冷身了不到4公里。今天跑得少，今天可能一共才14公里。单圈数据，今天我们的课表是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。3公里跟2公里之间间隔3分钟，2公里和1公里之间间隔2分钟，间隔的时间挺长的。第一个3公里我们是集体跑，332、339、333。其实说白了带得快了，大家的计划是340，但是我今天没法跟那个320的6公里的队伍，虽然最后他们就跑了5公里，5公里我看他们累的那情况我也跟不下来，所以就没跟嘛。给人家带的稍微有点快。之后休息了2分59秒75，好准呀！之后2个1公里，就是一个2公里连续跑，都是3分29。之后休息了2分02秒，最后那个1公里3分10秒01，还可以。今天用话外音一边看训练一边跟大家分享全马、半马自己的比赛目标、自己的成绩预测。
我觉得这些其实好多都是经验。我跑多了以后，我拿自己的成绩去看，就是我如果半马跟全马都是尽力的跑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就这么回事。您跑多了也能这样，也能看到这些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